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测试分享这款 K-Hank G1 这款电视盒子啊。这是一款搭载了原生安卓 TV 的流媒体盒子，并且呢，它的配置是比较高的，而且接口也丰富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看这款盒子。在包装盒的左侧呢，有它支持的部分流媒体啊，比如 YouTube、Netflix 等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右侧啊，可以看到这款盒子呢，它是支持 AV1 格式视频的，以及呢杜比世界等。那么我们直接来开箱看一看啊。OK， 那这些呢就是开箱的所有东西了啊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说明书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送的一根网线啊，这个呢是一根 HDMI 线，可以用来连接我们的电视机或显示设备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电源啊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源是12伏1安的电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遥控器啊，这个遥控器呢应该是一个公模的遥控器啊，因为它跟很多盒子的遥控器呢都差不多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遥控器上面呢有谷歌语音按钮，以及呢在下方有4个流媒体一键直达按钮，这个还是很方便的。那遥控器呢握在手上的手感还可以啊。打开电池盖看一下，这个遥控器呢它装的是2节7号电池啊。不过这个盒子本身是没有附送电池的，需要我们自己去配2节电池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的本体啊，看一下，这是一个黑黑的小方盒啊，盒子中间呢印着 G1 啊，然后呢表面摸一下，它是那种沙沙的手感，摸起来呢也不会留指纹。盒子的3个角是这种圆弧的设计，还有一个角呢是直角设计啊，我们看一下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盒子的接口啊，在正面有开关按钮以及3个指示灯，然后左边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是没有接口的。我们看一下右边的接口啊，分别有一个 TF 卡插槽，还有2个 USB 2.0 的接口，可以用来接鼠标啊等等一些设备，还有一个 Reset 重置按钮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背面的接口啊，从左到右依次为 AV 接口、HDMI 接口、有线网口、数字光纤音频接口以及电源接口啊。好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款盒子的开箱介绍了。下面我们来体验测试，看一下这款盒子的表现啊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已经给盒子通电开机了啊，这个是开机界面。然后呢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安卓 TV 的开机动画。那下面呢就是选择自己的语言啊。那到了这一步呢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安卓手机来对盒子进行设置，也可以选择跳过啊，用遥控器来进行设置。那我这里呢就用遥控器来设置了。然后呢到这一步呢就选择连接自己的 WiFi， 或者呢使用有线网络都是可以的。要确保的就是网络是可以正常连接到 Google 的，然后才可以进行下面的激活的操作。那连接网络以后呢，就可以登录我们自己的 Google 账号了。到了 Google 服务这一步呢，我们选择接受即可。下面的使用位置信息啊，以及改进安卓可以保持默认，也可以把这个勾给它取消啊，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到了安装应用这里呢，系统默认呢是勾选了全部的应用帮你去安装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勾选部分的应用去安装啊，这个都是随意的啊。我这里呢就全部安装了，反正呢这个盒子的容量也比较大，这些安装了都能够用。那么我们直接呢点击继续。到这一步呢就是设置通过盒子的遥控器来控制电视或音响等设备啊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置啊，或者呢我们直接点击以后再说，回头再设置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就成功激活了盒子，进入到了安卓 TV 系统了啊。OK， 那经过一段时间我个人的体验呢，因为这个盒子它本身的配置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这个盒子的操作流畅度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啊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盒子的设置情况啊。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网络里面，这里呢
要说的就是这个盒子啊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它支持便携式热点啊，也就是它可以像我们的安卓手机一样来开启热点。如果说你想把盒子的网络共享出来，那么只需要打开这个按钮，然后你就可以连上盒子的热点了。密码呢就可以在这里自行的去设置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热点的名称，你也可以自定义啊。这个功能挺不错的啊，我试了是可以使用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设备偏好设置里面，我们先点进去关于看一下啊，可以看到这里呢，当前盒子的系统是安卓 TV11的操作系统啊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显示和声音这里。当前呢，我们这个盒子它最高的分辨率支持 4K 60帧的画质输出啊，并且呢，这个盒子它是支持杜比世界啊或者 HDR10的啊，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啊。不过要说的就是这个盒子你选择某一个功能的时候，当你点击确定，它是会重启啊，重启以后这个功能就生效了啊。那我当前选择的是杜比世界啊 ，OK，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 HDMI CEC 功能的这个设置啊，这个就是啊，用你的盒子的遥控器可以操作你的这个电视啊一些功能啊，还有下面像这个声音的一些单独的设置等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存储空间啊，可以看到呢，这个盒子它本身是32GB 的存储空间，那除去系统的占用呢，总存储空间还有27GB 啊，那这27GB 够我们安装很多电视应用了啊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下面就是这个谷歌助理的设置，以及这个 Chromecast 啊，这个就是投屏啊，这个投射功能，你可以把你手机或者说移动端的这些内容投射到这个盒子上面，可以在电视或者是大屏设备上面去观看。OK 啊，这个就是设置里面的一些功能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是这个遥控器和配件啊，这里你可以添加你的这个遥控器啊，或者你添加蓝牙鼠标以及这个游戏手柄都是没问题的。我这里是添加了一个手柄啊，之前用它测试玩了游戏啊。然后下面呢，这些是这个遥控器的一些按钮的设置，有音量啊 ，CEC 的音量，还有这个电源、输入按钮这些设置，包括你可以在这里可以添加你的电视呀、音箱啊，这个其实在激活的时候也是可以设置的，或者你激活的时候没设置，可以在这里单独设置。那我们打开 AIDA64 看一下这个盒子的详细信息啊。首先，系统信息可以看到当前盒子的品牌 King Hank， 型号呢 G1， 然后它的内存为 4GB 的内存啊，其他信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可以看到处理器的信息，那当前这个盒子它使用的 CPU 为京城 S905X4-G 啊，那这个 CPU 呢也算是这一代里面比较新的 CPU 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些内核架构啊、核心频率啊这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显示的一些信息，可以看到当前 GPU 的信息。那在这个编解码器这一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盒子支持的音频的这些编码，还有视频的编码啊。首先大家看到带 Audio 的这些就是音频编码啊，我大概往下拉一下，大家可以都看一下啊，支持的还是比较丰富的啊。好，下面这些带 Video 的就是视频编码了啊，像这个 AV1啊，大家都比较了解了。好，我拉到最下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OK，然后我们再进行无线测速啊。无线测速呢，这个盒子它是支持 WiFi 6的，我们连上 WiFi 呢，可以跑到500多兆，表现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使用有线网口测速，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它只跑了90接近100兆啊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100兆的网口啊，这个就有点拉垮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流媒体测试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奈飞呢是可以观看高清 4K 影片的，并且呢是点亮了杜比世界，不过呢并没有点亮杜比全景声啊。那么我们观看 YouTube， 它是支持 4K 高清影片的，并且呢在详细信息统计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呢是可以正常的观看 AV1 视频的啊，而且非常的流畅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观看 Disney Plus 呢，同样也是可以看高清 4K 影片的，并且
点亮了杜比世界，不过呢，依然是没有杜比全景声啊。我们在使用 Kodi 来播放本地高清影片测试啊，播放高码率的高清圆盘影片，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播放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快进一下试一下，看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任何的卡顿啊。那我们再尝试打开一个 8K 影片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是可以打开的，但是呢，可以看到画面是有卡顿的啊。如果你喜欢观看腾讯视频、爱奇艺等流媒体的话，经过测试呢，也是可以正常的安装观看的啊。因为这个盒子本身呢是安卓 TV 系统啊，自由度呢也比较高，你可以随意的去安装一些安卓的电视应用都没有问题。大部分电视应用呢都在 Google Play 可以下载安装，如果没有需要安装第三方应用呢，你可以通过 Downloader 去安装啊，也是比较方便简单的。我们再来使用这个盒子玩游戏啊，试试它的表现。那我给盒子呢连上了无线手柄啊，这里呢我们直接来玩狂野飙车8来试一下。OK， 那大家可以看到玩狂野飙车8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从我进入游戏呢，一直都是比较流畅的，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。那总体来说呢，这款盒子的硬件配置还是很能打的，加上原生的安卓 TV 系统以及奈飞等流媒体的认证都挺好。不过呢，比较遗憾的是这款盒子它还不支持杜比全景声啊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这款 King Hank G1 这款流媒体盒子的体验测试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